太太，太太，我希望太太能把红玉当做杜家的奴婢，我只求能够朝朝暮暮照顾允堂少爷。是谁给你通风报信的？是谁悄悄把你带进杜家的？太太，是……大少奶奶。哼，还算有几分诚实。你要弄清楚，这个家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红玉知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有什么事就先告诉太太，绝对不能再被二房利用，损坏了允堂的名声。还算机灵，懂得在这个家的后院谁是敌人，谁是可以依靠的人。好了，你跟容妈到府上各处去认认门吧。恭喜红姨娘，太太让你进门了，还不快谢谢太太？怎么，你不高兴？红玉谢谢太太，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允堂。他昨天淋了2个小时的雨，高烧到现在还没有退。什么？淋了2个小时的雨？怎么回事？允堂少爷，他想祭拜童夫人，可是却被二少奶奶赶出了灵堂。这个痴心的人，他就是不肯走，他傻傻地站在童家大门外，淋着雨等二少奶奶。这件事童玉婉知道吗？他知道。二少奶奶他还跑出来送伞，可是他和允堂少爷话不投机，他自己赌气又跑进去了。红姨娘啊，以后有让太太闹心的话，先跟我说，别让太太着急。她该告诉我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童玉婉忘恩负义、胡作非为到了如此地步？我也不会下狠心把她赶出杜家。太太，二少奶奶回来了。我嫁到杜家，就一直很努力的要做个好儿媳妇。无论有过多少误会，我发誓，我童玉婉从没做过愧对杜家的错事。那就是我这个做婆婆的，允堂这个做丈夫的，委屈了你，虐待了你，逼得你闹得满城风雨的吗？我额娘已经用她的一条性命替我洗清了所有的流言蜚语了。我本来应该为她守灵的，可是老爷的用心良苦感动了我。可笑，居然打着老爷的旗号来威胁我！你现在给我跪到外面去，想清楚了你错在哪儿，再回来跟我说话。我不能跪。童玉婉，你太嚣张了。我之所以回来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身孕。父亲说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回到杜家。你再说一遍。母亲，我已经怀了允堂的孩子，
容妈，太太，马上去请大夫，一定要请给我们家看了30多年病的老大夫，嘱咐他一定要说实话，快去。是太太。恭喜您了，二少奶奶，您确实已经有喜了。从刚才的脉象来看，您有2个半月的身孕。谢谢您，医生，请您慢走。送客。请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2个半月之前的事儿还历历在目呢。那天玉婉跟允堂吵架，之后就去找了周廷琛。哎呀，回来以后这小两口就磕磕绊绊的，一见面就跟乌眼鸡似的。这个孩子，莫非就是那个孽种吗？大嫂，这样昧良心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我记得二少奶奶在4个月前跟二少爷卿卿我我的，但那以后就没在一处，是不是大夫搞错了？只怕是医生没有搞错，是玉婉你搞错了吗？怎么能让这种孽种当成我们杜家的嫡孙呢？允堂知道真相，是不是他的孩子？他最清楚。从来这个红杏出墙的女人呐，就会用拖字诀。你们颠倒黑白。童玉婉，我恨不得让允堂一纸休书扔在你的脸上。即便如此，我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不会听几个长舌妇的闲话，就冤枉了名门望族出生的儿媳妇。荷花太太，叫她的丫鬟素汐过来对质。是。素汐，大少爷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，小心我告诉太太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大少爷喜欢你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这是给允堂熬的，还是给你家二少奶奶熬的？这是给我们家姑爷熬的。哦，火候过了，走味儿了。火候好着呢。你看你，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不信你尝一尝，火候肯定过了。尝就尝。是有点早了，辣得很。这火候真不对吗？你看，大少爷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跟你家二少奶奶一样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素汐，大夫说你家小姐怀的是孽种，太太叫你过去问话呢。什么？你们胡说！这么欺负我们家小姐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这孩子要是孽种，也是你们杜家的孽种！住手！现在还轮不到你打的份儿。哼！素汐，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2个半月以前，童玉婉去见了周廷琛，他们2人到底有没有私情？太太，我家小姐确实见了周廷琛，可是没。素汐，怎么了？素汐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！怎么了？
哎呦，说不出话来了，也太突然了。这孙悟空的72变也没你变得快呀。母亲，父亲可能得了疾病，您快找大夫给他看看吧。到底是世代的贵族人家，掩饰丑陋的招数，可比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可高多了。就连一个小丫头也会公然有装聋作哑的本事，可真不简单呢。母亲，好了，你的贴身丫鬟的哑病来的真是时候。既然不能开口说话了，荷花，把她带下去吧。是不，母亲，他可能真的吃错东西了。走吧，思琪，快走吧。母亲。童玉婉，如果你现在承认了，我最多让允堂给你一纸休书。如果你不承认，流言蜚语要是传出去，你额娘真的就是白死了。母亲，那天我回到杜家，是允堂暴怒，他强迫我的。放肆！你不会再说你的丈夫品行有问题吧？啊？强迫你？作为一个妻子，竟然说自己的丈夫强迫自己？你配做太太？你配做太太吗？你是在为你跟周廷琛在狡辩吧？只有允堂知道真相，他一定会给我证明的。允堂，允堂，开门啊！允堂，替我说句公道话，还我清白啊！允堂，允堂，你让开，我要去见允堂。允堂是不会再见你了，有什么话说吧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你不配，我要去见允堂。哎，二少奶奶，你也不是平凡女子，敢做就要敢当嘛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就认了吧。认什么？你以为我不屑于争辩，就可以随便血口喷人吗？哎，允堂，允堂，你这样大叫大嚷的，10个允堂都被你吵醒了。他不是没听见，他是不愿意看见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二少奶奶，你也是大家小姐，何必学小门小户的弃妇，哭哭啼啼的不肯走呢？趁着现在还有些个面子，赶紧上车回娘家吧。是啊，再晚一些，怕是要被人拿扫帚给扫出大门了。我以我额娘的名誉发誓，我童玉婉如果做过苟且之事，天打五雷劈。杜允堂，在你还我公道之前，我绝不离开杜家，谁也休想赶走我。谁在外面？谁干的？谁？
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。跟我走吧。我额娘的鲜血，就是王母娘娘划下的银河。你我这辈子，注定只能遥遥相望。如果你过得幸福，如果他真的把你捧在手心上爱护，我不会来找你。但是他们侮辱你、践踏你，你额娘在天有灵也会心碎。他还会让我来保护你，给你你值得拥有的一切。廷琛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受的苦，他一定有办法知道。如果他当作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装聋作哑，只能说明他爱你不够深。他装聋作哑，只能说明杜运堂他不爱我。玉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让翡翠屏风变成别人攻击你的把柄，我不该放手把你交给杜运堂。别说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命运。跟我走，放下一切，跟我走吧。我会实现当初的承诺。从此我周廷琛只为你一个人活着。廷琛，我们是不会再有同行的机会了。你离开才能安全，我就在这里，祝你平安。玉婉，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忘不了你。我走得越远，想的就越深。廷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在所有人都侮辱我、给我泼脏水的时候，还能这么珍重我、信任我。可是我真的不能跟你走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我哭过，但也笑过。我曾经喜欢过杜运堂。你曾经喜欢过他，可是他现在背叛了你。玉婉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3天以后，我还在这里等你。你只要尊重自己的意愿就好。好，那你多保重自己，千万别泄露了行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雨的破绽，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很蹊跷。有了这个，你也可以在杜运堂面前揭穿红雨的鬼把戏。廷琛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
心好精神。哎，医生，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他中毒了，需要洗胃。什么？啊？交50块钱吧。50块。好。啊，好，别掏了啊！你交了钱也没用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看就不是他的亲人，病人动手术需要家属签字的。我是他的未婚夫啊！我，吹牛吧你！长那么漂亮的姑娘，会找像你这么个窝囊废啊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。哎，等，你打住吧，打住，好吧？我没兴趣听你什么梦。你非听不可。哼，我梦见你因为见死不救被解雇了，把你扔到大街上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的老板杜允堂。哦，你是小股神的人。好，马上抢救，快去！哎，透露点内部消息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快去！哎，走。素汐，你赶快好起来吧！啊，没你骂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！快好起来吧！素汐，母亲，童玉婉，你把整个心思都给了一个丫鬟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去看看你的丈夫允堂，他病成了什么样子？就你这样不识大体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允堂的太太。母亲，在我心目中，素汐不仅是丫鬟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姐妹。我照顾她，就像照顾家人一样。而允堂，他有您照顾，还有哪里轮得到我？你口口声声家人的，可是你对这个家又做了什么呢？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能给我个解释吗？我刚才去给素汐买药，中途怎么了？如果还是那些问心无愧、清白无损的话，我听腻了，不想听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能顺从自己的丈夫，孝敬公婆，我会在这个家给你一席之地的。如果你没那份心思，就早点识相，走人。红雨知道了，谢谢太太，我一定全心全意为杜家着想，真心实意的照顾允堂。等允堂病好了，让他趁早写个离婚书。既然童玉婉不想悔改，那就不要再拖时间了。是。好，我这就去问允堂。如果他想离婚，我不会赖在杜家不走。允堂，你醒醒！二少奶奶想找你谈判呢，你让不让她进来啊？这是他的家，他什么时候想进来就让他进来吧。你这么说，就不怕我吃醋啊？好吧，我去开门，都听你的行了吧？谁让我爱你呢？来。
想和我谈判吗？条件都拟好了。这是我们3个人的事情。允堂，别赶我走。看看这个吧。这就是我和你每次争执的时候，红雨赶过来的时间，红雨小屋和杜家的距离，红雨受伤的时间，红雨带着伤出现在平剧小屋的时间，还有红雨去黎少峰家为我家借钱的时间。二少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允堂，你是数学天才，这些数字不会让你头晕吧？你想想，为什么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有对我不利的混乱，红雨都能第一时间恰巧在现场？这真的是恰巧吗？我爱允堂，允堂的事情，我自然每时每刻、每一件都会去关心啊。你又不是顺风耳千里眼，怎么能关心得如此事无巨细、准确及时？你在杜家到底有多少眼线？你究竟买通了允堂身边多少人？二少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再装傻充愣了，红姨娘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漏洞百出，居心不良。你唯一的资本，就是和清平长得一模一样。杜允堂，你被初恋蒙住了眼睛，你爱上了一个演技拙劣的骗子。我对允堂的爱情不是欺骗，我是真的爱他。红雨，最好少说几句，说的越多，破绽就越多。我早知道红雨为了我费尽心机，这又怎么样？她为了爱我，能变成清平，能在我病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去照顾我。你呢？你又在哪里？你跟周廷琛一起去搜集证据，是不是？你的表情出卖了你，纸上的笔记的确是你的，但是那种缜密调查的方式，根本不是大大咧咧的佟玉婉能够做到的。你为了欺骗我，为了不让我知道，故意又重抄了一遍，是不是？我是为了不节外生枝，但我敢保证，那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。为什么敢保证？因为帮你的人是周廷琛，是不是？他做的事情就是最负责任的、最好的、最让人满意的，是不是？杜允堂，你别转移话题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。别说了，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就要把你困在这个大金缸里，
每天对着那些你最不屑的人，跟他们一起去争宠，我就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做一些你最讨厌的事情。杜云堂，你不是很讨厌女人之间的争斗吗？你不是也讨厌当一个无聊的看客吗？我就是要对你不公平，就是要把你这出戏看到底。总之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有多渴望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周廷琛得到你。红玉，送二少奶奶回客房。二少奶奶，请你走吧。你好，小姐。我要自费刊登一篇带着谜题的短篇小说。如果3天之内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，我将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，在华茂饭店顶空，化为白鸽。这算什么小说？传奇，一段爱的传奇。我要刊登在这里，我保证会成为轰动上海的头条新闻。你小子长能耐了。大哥，你长什么能耐啊？在大哥手里那都过不了3招。我让你打听的事情有下落了。苏西被股票送进了医院，那小子是个窝囊废，我担心他搞不定。哎，大哥，这2天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，也不知道是凶是吉啊。你小子什么时候跟素汐好上了？我那都是没影子的事儿呢，还是大哥的事儿要紧。我那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怎么能叫鸡毛蒜皮的事呢？遇上自己心爱的人不容易，你要是错过了，就算你能翻江倒海，你也挽回不了你心爱的女人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那你也听我一句劝，杜家的事儿就交给我跟小胖去打听着，绝对不让童小姐吃一点亏。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出面了。听说北京来的特使专程为了给许浩南报仇，说非要你的性命不可呢。为了争夺京邦街，他们不会放过杜家，所以我必须带玉婉离开。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大哥，你带着童小姐一起走吧，管他什么京邦街的码头，什么革命党的谜语呢？革命党的谜语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大哥，没事。你说不说？那报纸上都写着呢。白鸽无踪，鲜花零落，华茂饭店屋顶，寂寞台球桌后军3日，
等待一场揭开所有真相的重逢。君若不往，我将化为白鸽，6点钟响，跳楼殉情。傻丫头，她怎么能那么傻？啊，原来革命党是个女的啊！哎，大哥，这报纸上说白鸽和鲜花，那不都是大哥和革命党联络的暗号吗？哎，这帮人也真是，大哥你都上通缉令了，他们竟然还让你抛头露面，难道他们就不怕那个特使发现蛛丝马迹，派特务跟踪你吗？他们不是要逼我出来见面，而是要演一出李代桃僵的戏码，当着特使和所有记者的面，把罪名揽到自己头上，然后从高楼上跳下来，畏罪自杀，替我洗脱罪名。痴情的女人多了去了，痴情的这么绝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。哎，大哥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大哥，这到底是去救童小姐，还是去救那个革命党啊？廷琛，这药丸对吸食鸦片的后遗症很有效，是用20几味药材研磨制作的，而且需要用紫叶的露水做药引。这大概是我见过最麻烦的药方了。我想了又想，还是决定告诉你，这些事有多琐碎、多麻烦，好让你长长久久地记住我。周廷琛，永别了。小白鸽，最后一次帮我传信，你一定要安全地找到他。再见了，小白鸽。朱廷琛，你终于来了。汉远，怎么是你？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您说一下吧，小姐，这就是你要等的男人吗？真相是什么？想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们真相，真相就是不。这达令，我来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可你千万别想不开呀！啊！真相就是，我大头愿意对天发誓，我再也不找小巫女了。达令，不能瞎说，不能瞎说啊！为什么不让我成全你？我无怨无悔的。我怕我会后悔，害死一个肯为我失去生命的人。如果北洋政府抓不到杀害许浩南的凶手，你就不能回到沈志佩身边，你的使命就不能完成。你要是说完了，就抱着我。小茹，大哥！哎呀，双双殉情，头条新闻呐！朱廷琛，你终于来了。
汉远，怎么是你？陪我跳这舞好吗？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来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劝不住你。你都知道了。你在查询周廷琛给你留下鲜花花盆的时候，被特务袭击了。你以为已经有人知道了花盆跟白鸽的秘密，所以你登报围殴，想在这里跟周廷琛演出戏。你想告诉所有的人，杀死许浩南的是你。报告给上级了吗？上级能制止得了你吗？你已经为了周廷琛不惜性命。我不是为了他一个人。小茹，我虽然爱他，但是我还有理智。我是为了我们的信念。挽救周廷琛的生命不难，但是要让他留在沈志佩身边，完全策反沈志佩的使命，却只有这一个办法。沈志佩冥顽不灵，策反毫无意义。我没有想到，金邦街码头开发权争斗中，日本人参与了进来。他们是想挖深码头做军港，把上海作为征服咱们中国江南的跳板。眼下沈志佩保持中立，斗争形势很复杂，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棋子，让周廷琛这颗关键的棋子发挥作用。我不惜一切代价舍卒保车。只要我死了，把我的人头交给北洋政府，他们就会放过周廷琛。铤而走险的事情，让我来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杀死许浩南的人是我。5点钟了，还有1个小时，好戏就要上演了。观众应该入场，要么再交50块钱，50，要么就让这小丫头赶紧出院，赶紧的。顾飘，别为难了，我可以出院的。哎呀，苏西大姐，你现在就跟软脚虾似的，回去了只会给你家小姐添麻烦呀！啊，我们还是再住几天医院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里不是慈善诊所，我们这儿也是高级的私人诊所，在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下人住过院。你要想享受上等人的待遇，可以出钱。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这年头啊，没钱就寸步难行。我有急事。人有3急嘛，啊，医生，你再体谅体谅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一会儿就把钱给你送过来啊。什么叫下等人？这肩窄脚底滑，一件事情就开溜，就这德行。你未婚夫也不管你了，小丫头，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走人？会说话吗？啊，懂得尊重人不？什么叫下等人、上等人？我看就你这号见钱眼开的人最下等。大头，拿走！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再欺负素汐，她是我未婚妻，给我记住。哎，你有几个未婚夫啊？就我一个。再说，全都伺候你。苏西，苏西啊，这是我娘带给你的菱角干，可好吃了，你吃一个。我不吃，你走吧，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你。还有你那个狼心狗肺的大哥周廷琛。苏西啊，你骂我就得了，干嘛还带上我大哥啊？他害我们家小姐身败名裂，害死我们家太太。现在小姐走投无路了，
我又病了，他一个人在度假，还不得被欺负死？你说，我不骂他，我骂谁？那是他爹混账，我大哥可是豁出性命来，说要保护童小姐一辈子。朱大哥要豁出命保护我家小姐一辈子？天哪，太浪漫了！那你赶紧让他去啊，别等了。苏西啊，我大哥现在还有一件大事要办，所以现在还不能去救童小姐。你知道，我这辈子最佩服的那就是我大哥，所以这次我也要和他一起办件大事。什么事啊？那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苏西啊，如果我这次能活着回来，你就嫁给我吧。流氓！你说啥？我说你要是敢出事儿，我就罚你一生一世也听不见我的心里话。臭流氓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说一下吧，小姐，这就是你要等的男人吗？真相是什么？想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们真相，真相就是不。大令，我来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可你千万别想不开呀！啊！真相就是，我大头愿意对天发誓，我再也不找小巫女了。别来小区，走。大令，你不就是爱写小说吗？你写就写呗，干嘛还亲自上演呢？跳楼会死人的。走，跟我回家去，有什么话咱好好说。亲爱的，在分开的这几个月里面，我做了一件错事，我杀了一个人。啊，大令，不能瞎说，不能瞎说啊！为什么不让我成全你？我无怨无悔的。我怕我会后悔，害死一个肯为我失去生命的人。如果北洋政府抓不到杀害许浩南的凶手，你就不能回到沈志佩身边，你的使命就不能完成。你要是说完了，就抱着我。小茹，大哥！哎呀，双双殉情，头条新闻呐！将军，发现了黑鹰行踪。这小子搞什么名堂？他救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说他杀过一个人，我估计他是想替周廷琛顶案。现在特使的人正在追捕他俩。居然又为了个女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前程。好，既然他敢现身，你就收我。我自己养的鹰，不能死在别人的笼子里。被指明他。特使人在什么地方？派人去探探他的底牌。特使大人啊，刺杀你弟弟的凶手周廷琛很快就要捉拿归案了。这不是很快，是现在，马上。对对对，来来。
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好。会不会倒酒？你坐下。2个小时以前，你在北京的靠山，北洋政府的财务部长已经被人暗杀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究竟要干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。我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接受事实的真相。你弟弟许浩南是被一个叫胡凤霞的革命党杀害的，这里面是全部资料。想要强迫我接受你们伪造的证据吗？如果我现在扣留你的话，再伪造一些不利于你的文件，想想看，将会发生什么？你的全部亲信及家人都会被血洗的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给沈志佩和北洋高层打电话，告诉他们，许浩南一案与周廷琛无关。哼，做梦！你们别想威胁我。离开上海的最后一班军用火车，只剩下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。你耗不起，特使先生。你们几个那边去，是，这边跟我来。走，去那边。你后悔吗？很后悔，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，恐怕我已经揍扁杜允堂，带着佟玉婉远走高飞了。尽管你说的这么绝情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再碰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啊，你还是会不顾一切的救我，对不对？沉默是你最好的答案。你为了佟玉婉，可以豁出性命，但是如果我为了你豁出性命，你也会不忍心，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救我。周廷琛啊，我没有白白的爱你一场，你值得。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只负责给你抬棺材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在说大话呀，周廷琛，你做不到。你这个人啊，太重情。黑鹰的血管里啊，流淌着的血液是火热的。你呀，没事只会瞎蒙男人的心思，难怪嫁不出去。我谁也不嫁，谁让你不爱我呀？我总觉得，其实我这脾气挺对你胃口的。如果没有佟玉婉，你会不会喜欢我？没有如果，天底下只有一个佟玉婉。廷琛，你必须回到沈志佩的身边，承担卧底策反的重任。你不能带着佟玉婉一走了之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巧了，今天下午另一个人说了跟你同样的话。安琪，
他能让你洗脱杀人的罪名？恐怕已经做到了。他还建议我，让我和你假扮夫妻，留在沈志佩身边开展工作。你怎么回答他的？我告诉他，这不可能。今生今世，我都不会和别的女人做出一件让童玉婉误会和伤心的事。我才不跟你假扮夫妻呢，吃亏的是我，好不好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，还会被人说三道四的。这个安琪啊，还真是不解风情。你这么想，那就太好了。还有半个小时。如果现在飞车赶到火车站的话，你还来得及赶回北京收拾残局。喂，沈将军，特使大人深夜致电，有何见教？我已经查到了，杀害我弟弟的凶手不是周廷琛，而是一个叫胡凤霞的女人。沈某也一直觉得周廷琛不是凶手。果然事实胜于雄辩，你我不谋而合。我听说北京最近出了些乱子，政局很不稳定。我奉劝特使大人要谨防后院起火呀。沈将军，你心里明白，我输给的是这个烽火乱世，你早晚有一天也会这样的。等军阀大混战的时候，战火烧到上海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我的上线安琪已经帮你洗脱罪名了，你现在可以坦坦荡荡的去找童玉婉了。至于你要不要带她走，你自己决定吧。请你出去。现在我出不出去，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。童玉婉，跟我斗，你输定了。跟你斗，我真没有兴趣。没兴趣？有本事不拿出来的叫高贵，没本事不会斗，还在这装清高，你就叫活废物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童玉婉，如果我现在喊疼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情我，都会骂你是泼妇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公婆和丈夫的保护，而我呢，正得宠。
你也知道吧，人人都捧高踩低，鸟捡望枝飞，棒打落水狗，这就是宅斗的精髓。你可别怪我没教过你。你以这种虚伪透顶的方式战胜我，你很得意吗？很有意思是吗？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我嘛，可以跟你谈谈我的心得。我从小就生活在跟人斗的环境里，一不小心啊，就会被人给害死。所以呢，我活到现在，最大的心得就是折磨人、消遣人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要你喝了这碗茶。你喝呀！你喝呀你！童玉婉不让你怀杜允堂的孩子，你喝呀！童玉婉，玉婉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有什么气撒在我身上就好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怪允堂。我熬的这碗汤药，你要是不愿意喝，你可以洒在地上。可是你千万不能毁我的容啊！这简直比杀了我还痛苦，玉婉姐姐。童玉婉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已经失去了杜家所有的人缘，你已经一败涂地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女人为难起女人的时候，比男人还要狠。在我还不打算跟你一般见识的时候，给我滚！我相信啊，有你嘴硬不起来的时候。允堂，你这回得病是为了什么？我心里明白。我总不能让你憋成内伤吧？再说，玉婉刚刚又把红雨打伤了，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你呀，还是早点跟童玉婉离婚吧。太太，允堂他自己也说了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让二少奶奶跟了周廷琛去。他不肯离婚的。允堂啊，你还有什么好赌气的呀？啊！再说，他肚子里怀了周廷琛的孽种，早离早干净，你还留着他干什么？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他没告诉你啊？哼，他心里有鬼，他不敢告诉你。大夫说了，她怀孕的日子不对。允许你这样说我的妻子。出去，出去！允堂，你被气糊涂了吧？出去！你，太太，要不你先回房去吧，我来劝允堂，让他慢慢接受现实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第一个出去，走！哎，允堂，听我说，出去！允堂，允堂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。他不爱我，他爱我。他
不爱我，这次不算。重来。股票，我的花都被你糟蹋了，你怎么赔偿我？少爷，这不是我糟蹋的，本来就已经败了。寂寞开无主，我应该在它们开花的时候，好好的去珍惜它们。所以遭报应了。少爷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少爷无家可归，住进了花房。没想到啊，真应验了。其实吧，我的梦很难应验的，谢谢少爷成全我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也嘲笑我了？啊？股票哪敢嘲笑少爷啊？我只是在担心，现在那个红姨娘住进了卧室，二少奶奶却住进了客房，一边你不想去，一边又不让你去，难道你真要在这花房里安营扎寨啊？我就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，而且我要把这里变成花房、书房、卧室3合1的一个时尚生活空间。就差睡马路了，还生什么火，空什么间啊？你在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把我的东西拿来！少爷，上次你去红雨小屋住，少奶奶尽管伤心欲绝，但还是给你准备了这些。还是玉婉最了解我，全部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少爷，你现在后悔吗？股票，一切还会有希望的，是不是？只要我好好的珍惜它，以后还是会开出一片花海来的。哎，股票，你知道素汐去哪儿了吗？素汐她去医院了，不过她病情又加重了。二少奶奶，你赶紧跟我去看看她吧，否则她就不行了。素汐的病情怎么会加重啊？应该不至于啊。少爷想让谁病情加重，谁就得病入膏肓啊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赶紧跟我走吧啊。走吧。
我想弥补我的错误，却不知怎么开口。有些错已经铸成，没办法更改。我知道，可是如果我跟你解释，你想听吗？还有这个必要吗？这棵郁金香在枯萎的花丛中顽强的生长，就好像你从来都不会低头的那个倔强的铜鱼丸，就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枯萎的草丛中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变大了。杜云涛，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离开。等等，你看看这个，自从你嫁到我们杜家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看见你真正开心的笑过。对不起，我伤害了你。他也说过同样的话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命运。如果我再问你，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有红雨在我们中间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就算不给我机会，也给孩子一个机会吧。不可能，这个孩子我会自己养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童玉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放开你，永远不会。杜允涛，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放手。玉婉，玉婉，
干嘛你？站住！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个通缉犯。你想干嘛？我已经洗脱了杀人重罪，我现在可以给她平安和幸福。你忘了，她是我的太太。就因为你们结婚了，所以我选择了退出和成全。但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欺骗她，背叛她，让庸俗下贱的女人去欺负她。你不配做她的丈夫。你要是为她好的话，就应该让她离开。周廷琛，今天不许你带走她，因为我已经和她密不可分，融为一体了。要是你现在真的带走她的话，好，先杀了我吧。提琛，玉婉，玉婉，玉婉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提琛，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，这3个字太伤人了。我有孩子了，是云堂的孩子。我不能再连累你了，玉婉。现在可以放手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重新得回他的信任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他再次改变心意。我跟你回来，一是为了孩子，二是我想起了公公给我的嘱托。这就是这段时间你和我冷战了这么久，你最想说的一句话吗？在冷战之前，我们只不过是亲密有间的生意伙伴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交易和筹码。你这次又想跟我做什么交易？我答应让红雨做平妻，和我地位一样，当你太太。条件是，请你保护我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都要爱他，我都要保护他。你可以要求我好好的疼爱你，把红雨赶走，但你不能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，要我去保护你的孩子。我不愿意和他争夺你所谓的宠爱。童玉婉，你真是一个失败的女人。我知道我玩不来女人之间的战争，别再用红雨折磨我。放过我，好不好？
可以答应你，以后我再也不提红雨，但我绝不会放开你。上次你说你不想烂在这个酱缸的时候，我帮你开了婉拒。这次我也可以帮你进入都市实业男人掌控的董事会。杜云涛，你有这么好心吗？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以后我再也不提红雨，但我绝不会放开你。上次你说你不想烂在这个酱缸的时候，我帮你开了婉拒。这次我也可以帮你进入都市实业男人掌控的董事会。杜云涛，你有这么好心吗？这是一个交易。你也知道，竞邦界再次竞标的时间就在眼前了。这次我是志在必得的。如果你能帮我赢得这个项目的话，我可以把你引进到杜家的董事会，让你真正的走进商界，离开那些女人的战争。怎么样？好，成交。童一婉，你宁可进入董事会，也不愿意跟别的女人争夺我的心。你的心真狠。或许你根本就没有长心。如果我没有心，我这里就不会那么痛了。死家巧，你赶紧滚！等我儿子回来，让他收拾你！滚啊！方董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但是请你放过我爹。傻儿子，我砸你一烟枪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下小命恐怕都要玩完了。爹，我回来就是想看你一眼。走吧。周廷琛，这是绑匪要绑架你吗？这不是那位想要跳楼的张灵君小姐吗？沈将军对你的来龙去脉也非常感兴趣。来人，把她一起带走。是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说过绝不会露面，可你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救一个女人，还有本事在金夫人的禁地搞定特使。你说，除了孙文，你是不是还靠上了别的大树？你到底要脚踏几只船？将军，对不起，我对任何大树都不感兴趣。可是孙文的人，确实已经渗透进了金夫人府，搞定了特使。
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她叫张灵君，是我在广州邂逅的法语教师，她对我是单相思。孙中山那边的人利用这个无知女孩，给我带来一封信，给出将军3种选择：上策，合作；中策，中立；下策，顽抗。笑话！就孙文那么点星星之火的势力，居然敢威胁我！既然这个女人也没什么用，我看也没有必要让她再活着了。她毕竟是革命党的信使，要是杀了她，将军就彻底得罪了那边。廷琛呐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跟我斗心眼了？周廷琛不敢隐瞒，我毕竟和他有过一夜的露水姻缘，虽然无情，但难免有意。这才像你周廷琛的性格。这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？是不是我吃完了就要杀掉我？怎么，不合张小姐的口味？这个柳橙鹅肝酱做得过了火候，这个白酒田螺是不能拿二锅头来做的。对不起，张小姐，现在军需紧张，我们给您弄不到白葡萄酒。我真是顶看不上你们这些假模假式的扮洋鬼子小姐。将军和将军夫人都没有对我做的法国菜有什么不满，你有什么资格在将军府里指手画脚？你要吃就吃，不吃我就不伺候了。哎，我吃。我刚才只是说了一个缺点，我还没有表扬优点呢，你又何必动气呢？这个田螺煮得恰到好处，虽然没有白葡萄酒提味儿，但是肉嫩香甜，也算一道好菜。好吃，好吃。看来确实难吃。不过你是不敢和我的心腹管家争辩的。不，我是在维持文明人的优雅。你是怎么把那封密信递给周廷琛的？什么密信啊？哦，我只是受朋友之托，给他带了一盒法国松露巧克力。也正是因为这盒松露巧克力，让我认识了这么有魅力的一个男人。看来你很爱他。那当然，那是灵与肉的美妙结合。为了他，我甘愿去受任何委屈。将军，请。我觉得这个女人是被三流的法国爱情小说毒害了脑子。虽然看着有点别扭，但她骨子里的卑微做不了假，不像女革命党。别轻易下结论，廷琛没说实话。将军的意思是？他的回答听起来没什么破绽，但他背后有人能将特使下回北京，当然不能小看。这样，就让廷琛在我的密室安安静静的读几天书。至于那个矫情女人，就让她给雪梅当法语老师吧。将军，这样会不会对夫人有危险？不会。云谷武功高强，有他保护雪梅的安全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而且雪梅最大的优点就是让人放松，不设防，
一个人在放松的状态下，特别容易说真话、露马脚。我明白将军这是一石二鸟：一来用这个女人牵制周廷琛，二来用她引出能逼退特使的高手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可以松劲儿的时候。方头啊，京邦街码头的大事赶紧办成。是，卑职明白。亲爱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他们为什么要拆散我们这对搏命的鸳鸯啊？中国人有读书养气的说法。我以前性情太烈，将军为了磨我的性子，给了我这个闭门读书的机会，这是他对我的栽培和器重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只想和你一起在夕阳下散步，一起卿卿我我的。你要是再这样疯疯癫癫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。我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，和你所有那些神经质的法国朋友断绝来往，乖乖的给沈夫人当法语家庭教师。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你是要我暂停和组织的联系，长期潜伏在将军府。我明白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舍弃我所有的乐趣。亲爱的，我会等待你，我会想念你的。亲爱的张小姐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敢保证，周大哥会舍弃一切和你有关的乐趣。你搞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我这就走。请。大头，照顾我最关心的人。大哥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张小姐，请。素汐啊，素汐，你这么一个深明大义的人，怎么就被这不读书不识字给害了？想当初小姐要教你念书，你可倒好，非要去洗衣服啊！现在倒好了吧，跟一个睁眼瞎没什么区别。素汐，素汐，大头，哎，你干嘛打自己脑袋呀？本来就挺笨的，再打不是更笨？去你的！我在帮我们家小姐找京邦街码头设计的书呢。原来杜二少爷不是设计了一个吗？你还弄这个干什么？那个是大规划，现在沈将军要重新开始招标，这次要新的设计稿，我们小姐非要抢在姑爷前头。哦，你看，这不是找了这么多书，还是没辙。我这不是想帮小姐的忙吗？可是我连中国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就更别提什么洋文了。哎，要不你帮帮我吧？我？那我也不太识字的呀。你让我找书，那不是让猪去钓鱼，那也不对路啊。你去不去嘛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去找股票，说不准股票还能找得到呢。素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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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票那小子说话跟他家少爷一样，都没个准儿。你要信他，倒不如信那老母猪，他会上树。你才老母猪，你就不会上树。苏西，你刚说的话算数吗？你要是当真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想要的东西。然后我顺便去打听一下花轿的价钱。东西交给你之后，你就嫁给我。我告诉你，小股票，就算素汐她死乞白咧的要嫁给你，那你也不许娶。哼，凭啥？啊，到手的媳妇我不娶，我脑子坏掉了。
苏西啊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哼，乖乖，不得了，要娶个媳妇儿也得花不少钱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枕头里正好放了19块8毛7，然后鞋子里面有3块1毛6，问少爷借30块，付利息3厘3，一共是54块2毛，嘿，够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小子还真当真了，那我也要去找。反正你们2个谁先找到，我就嫁给谁，你们就各显神通吧。哎，我忘了，我平时啊最喜欢隐藏一些什么没用的杂志啊、报纸啊。哎，苏西，我看过一篇新闻，说法国有一个叫皮什么皮埃尔，你皮什么皮？哎，这个皮埃尔是建筑大师，全世界很有名的，专门是做码头设计的。如果二少奶奶可以找到他的话，一定可以完成你们的设计稿的。哎呀，哎，苏西啊，这个法子可是我想出来的，记住一定要嫁给我啊！哎，那也是人家皮埃尔的设计图，关你什么事嘛？哎，要嫁我也嫁那个法国人。嘿，法国人。苏西，不许嫁给洋鬼子，否则一定和你掰。有事吗？你好，我是杜家的二少奶奶，我要见你们将军夫人，帮我通传一下。要通传，请走前门。前门？就帮我特别通传一下吧。不行。雪梅，是我，玉婉。门卫不让我进去。你到那边去。嗯。这位是杜家的二少奶奶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她要是来探访的话，你必须随时放心。是。玉婉，进来。雪梅。玉婉，以后再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麻烦了。以后你要常来啊。来，坐。夫人，将军有命令，不许你跟杜家的人来往。云姑，将军府的命令那么多，也亏你记得住。可是我的记性不好，别人提醒我的事情我经常会忘记，可是将军提醒我的事情我倒是能记住一些。我还是等着将军亲自提醒我吧。以前雨兰夫人可不像你这样。如果雨兰夫人活着，自然是将军府的女主人。不过现在，这里的女主人是雪梅夫人。如果一个下人都能对她指手画脚的话，她凭什么号称上海王的女人？这里是将军府，你算什么人？有你在这说话的份儿吗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如果他都没有资格的话，你就更没有资格。夫人，在您的眼里，我是一个下人，但是您可能忘了，雨兰夫人待我情同姐妹，将军把我看作亲人和心腹，在这个府里从来就没有人敢欺压我。至于您，您如果肯乖乖地守着雨兰夫人的规矩也就罢了，如果年轻不懂事，整天招蜂引蝶的给将军和雨兰夫人脸上抹黑，被我抓住就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什么意思。你们2位可以在这个花园里安安心心的喝下午茶，聊聊夫人小姐那套磨牙的闲话。我要去给将军熬养心汤了，先下去了。雪梅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啊？他每天都像猫玩耗子一样吓唬我、戏弄我，我恨透他了。可你是这里的女主人，你可以让沈将军解雇他。我算什么女主人啊？我只是将军的一个玩偶，将军离不开他的养心汤，对他什么事情都言听计从。我还以为你这里人少能安静些，没想到还是躲不开宅斗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
还好我们有友谊，我们可以用友谊彼此支撑。玉婉，你这次来找我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啊？有。我听说法国的著名设计师皮埃尔近期会到上海，我想请他给一个项目做设计，你能帮我约见他吗？这当然没问题啊，我一定会帮忙的。谢谢你。雪梅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知道周廷琛的下落吗？我听说沈将军把他带回来了。玉婉，将军不会和我说这些事情的。你别担心了，我想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我明白，可我就是放不下心。红宇，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敢伤害童玉婉肚子里的孩子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允堂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给童玉婉熬的堕胎茶水，你以为你还能瞒多久啊？可是杜家的人都说，童玉婉的孩子不是你的。我的孩子需要别人去承认吗？啊！杜家的孩子，当然要杜家的家长认可，不能听童玉婉她说是你的孩子，你就承认是你的。妈，玉婉的为人倔强磊落，要是她真的做了红杏出墙的事情，绝对不会死赖在杜家不走，更不会把周廷琛的孩子养在我的身边。童玉婉这个孩子是在2个半月以前怀上的，你们那个时候闹得鸡飞狗跳的，你们根本没有同房。那天我确实太生气了，我强迫他。允堂，你真的是这么做的？妈，反正我今天跟你讲了，我也跟全家人讲了，童玉婉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请你们以后好好对他，行不行？要是以后谁敢伤害他、污蔑他，或是对他不敬的话，就是跟我杜允堂过不去。好，今天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杜家没有人再敢为难玉婉。如果谁无理的为难他，那就是对我的不敬，更是对允堂的不敬。那我就饶不了他。太太，红玉真的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错怪了二少奶奶。太太，我求你一定收留我，千万别让二少奶奶赶我出去啊！太太，你走。太太，好了，红玉既然已经进门了，就没有让她出去的道理。你看她不顺眼，不搭理她不就是了？夫人，皮埃尔先生的秘书到了。夫人，你好。请坐吧。我找你来是这样的，我听说皮埃尔先生会来上海采风，我很喜欢他，我希望您能帮我联系，在他到上海后第一时间跟我见面。啊，抱歉，将军夫人，您来晚了一步，让先生已经有约在先，实在抱歉。我是将军夫人，难道见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呀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夫人，在设计师的眼中，任何官职都是虚无的，他只结交自己喜欢结交的人，实在是很遗憾，对不起，夫人。玉婉，没关系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雪梅，那你自己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
二少奶奶，你的衣服皱了。谢谢你。你放心，周廷琛没事。玉婉，他是周廷琛在广州最好的朋友，将军请他来为我当反问老师的。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美丽女子。雪梅能有你这么好的朋友相伴，我真是替她开心。真是可惜，在我最喜欢的那个人心里，有另外一个女人，她才是最美丽的。少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少奶奶都快急死了，你就别玩了，少爷。哎，能让一个走遍全世界、见多识广的设计师接受你的邀请的话，我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相同的爱好吧。这个呢，是现在最新鲜的玩意儿——无线电。这就是我跟皮埃尔先生的共同爱好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原来如此啊，怪不得少爷你这么气定神闲的。你好，杜先生，我是让皮埃尔的秘书。你好。抱歉，他今天可能来不了了。他刚到上海就被他在上海的故友接走叙旧，所以他让我来转达对你的歉意。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他见面呢？抱歉，这个他没有跟我提到，对不起。故友，这只是个借口。到底是被谁捷足先登了？我只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。3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美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这里的一切，你都没有忘记吧？当然没忘。如果忘了你，我怎么会跟着你手下的蔷薇花毫不犹豫地来到这里？亲爱的，你太会说话了。你放心，这里是金屋隐秘的禁地，除了厨子，没有一个人。你居然还记得，在这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，让我们忘记那个嫉妒成性的女人。咱们不用担心像上次那样，被你夫人共用的私人侦探破坏了兴致。好，告诉我，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瞄准了哪个项目？我要出手的项目当然是最富有挑战性的项目了。我正好有个符合你胃口的项目，是京邦街码头，可以让你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约会的时候能不能不谈工作？哦，这不是工作，是浪漫的话题之一。我以为美人相邀是一场久别重逢的浪漫约会，没想到你真正关注的是我的设计。亲爱的，我是真正欣赏你才华的红颜知己。我还可以说服森下洋行，用最强的财力来支持你的设计，令你天才的想象得到全面落实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成为我这个金色宫殿的永远的国王。在法国人的眼中，艳遇是无价的，项目是有价的。我怎么能让你用无价的艳遇去做有价的交换？钱不能和爱情划等号。哦，哎呀，水怎么不热了？哦，亲爱的，让我帮你加一点。它坏了，怎么没有热水了？
夫人，别院的锅炉好像出问题了，我先去看看，您稍等一下。对不起，出了点问题。好痛！我忘记了，没事吧？你别说，小姐这招还挺灵的，这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我们用这招破坏了金夫人的计划。呀，该小姐上场了，快走快走！小姐，这儿呢。修锅炉的长得那么细皮嫩肉啊！就算我不揭发你，我想你也会穿帮的。哼，杜允堂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风流倜傥，不错啊，这身打扮很适合你。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可以看到你笑得这么开心，太好了。对了，还是我进去比较合适吧？啊？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是这样的，夫人，是蔷薇小姐安排我们做全上海最好吃的牛排，让皮埃尔先生品尝一下。这个蔷薇也算学聪明了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就放在桌子上吧，谢谢啊。皮埃尔，你的牛排来了。哇哦，谢谢。没想到这里居然能吃到最地道的法国夜宵。你们的店开了多久？上次我来还没有发现这个绝妙的餐厅。其实我们店是刚开业的，而且我们的老板喜欢去找一些懂得享受美味的顾客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把最好吃的牛排送到皮埃尔先生这里，希望您能喜欢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设计图。谢谢，谢谢。亲爱的，好吃吗？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有没有考虑好怎么跟森下洋行合作啊？亲爱的，我说过要把浪漫和工作分开。哎呀，告诉我，你这次为我们设计这个项目需要多少费用啊？现在钱不重要了，问题是让皮埃尔的名字要在100年后仍然和一个伟大的项目在一起，被4万万中国人记住。这个你办不到，因为你和你身后的日本人一样，刻板、无趣、缺乏想象。成功了！既然心里没有我，为什么还死赖着不走啊？这里是杜家，不是你们童家。马上给我滚！给我滚！
皮埃尔先生走了。这个无情无义的法国佬，我一定会让他回来，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。你真的不想知道皮埃尔先生在图纸上画了些什么吗？想象力。皮埃尔说的想象力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问问我吧，问问我你就知道了吗？你会轻易告诉我吗？为什么你就不愿意抛弃你的戒备，放弃你那些可笑的无谓的尊严？看着我，说不定啊，我很乐意告诉你呢。说正经的吧，我看过很多皮埃尔以前的设计稿，他的风格呢，就是既有优美的造型美感，又非常讲究实用性。说完了。哼，我在我的设计稿上，把那个商业街跟码头都连在了一起。可是，他在上面画了一个“优”字。优？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日本人总想要近傍街码头？他们是想把码头做成停靠大型船只轮渡的 U 型港池，可以同时容纳几十艘千吨轮。这样上海就会有专属日本人的军港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你知道 U 型的底部是什么地方吗？佟家老宅。也就是说，佟家老宅迟早会是日本人的目标。哇！乡下人没见过橱窗啊！你看看你这哈喇子，你小心别弄脏了我的玻璃啊！你算哪颗葱啊？敢骂我？我告诉你，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里到处都是灰尘，到处都是轰轰渣渣的，吵得我耳朵都快爆了。还有，这什么？哦，什么香水味啊？哎呀，一股狐臭味！你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敢打我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东莞著名的一颗小辣椒，你敢打我，我辣不死你！臭老女人！我呸！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乡巴佬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跑！起来！放开我！不让你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当我们这偷东西是吧？啊！我放开我！不就是一个包子吗？我有钱，不就是一个包子吗？有钱还偷东西？我有钱！有钱？有钱是吧？啊！有钱还到我们店里偷包子？我有钱！我不要钱！在这进关去！我有钱还！哭也没用！我有钱！住手！我有钱！我真的有。你的钱包。走。您这次去北京收获如何？城头变换大王旗，南北混战，江浙混战，处处烽火，一片乱象。胡海盗现在也撤了，沈志佩的权力越来越大了。
还好北京特使已经走了，京邦街的开发权也可以再展宏图了。对啊，这方面二少爷夫妇已经领先一步了。他们两个的办事能力我绝不担心，但唯一担心的是，他们两个没有同心协力。正所谓家和万事兴。哎，若欢呢？有若欢的消息了没有？我一直派人在找，您再耐心的等几天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。哎呀，弱小女子流落街头，入世未深，如果被坏人抓走了，那就悔之晚矣。放心吧，伯父，我一定会找到若欢的。快点，赶紧看什么金夫人去是啊是。什么条件啊？那很多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金无血养女。啊？哎，养女？养女是干什么的？啊？就是好吃好喝的养着，将来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嫁给达官贵人。这么好啊？哎，那我能当养女吗？哼，金夫人的养女都是千里挑一的大美女，就你这个脏兮兮的小丫头片子，哼，滚远点吧！切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养女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要做就做上海豪门千金大小姐。哎呦，这也不照着镜子，小姐狗眼看人低，我本来就是千金大小姐杜若欢。哼。搬回我们的房间住吧，好吗？二少爷，红姨娘叫你过去呢。她买了一个好大的浴缸，把你的屋子收拾得可好看了，像美国电影里面洋女人住的屋子，喷得香喷喷的。阿切，哟，这香气也太重了，我跟孩子都消受不起。玉婉。允堂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快过来。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我终于有了一个最满意的浴缸，我终于可以用我最浪漫的方式来爱你。啊，允堂，你见过金夫人了？还是你去过她的金屋禁地？还是你根本就是她培养的啊？允堂，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。什么金夫人，什么禁地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别装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抄袭了金夫人的那个玫瑰浴池，但是你让自己漏了点，啊？允堂，一定是童玉婉又对你说了什么，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那些所谓的证据，都是周廷琛收集的。你到现在该信谁，不该信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当场发飙，并不代表我否定了周廷琛他的为人与他的能力。就像我让你住进来，并不代表我没有发现你的破绽。允堂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让我看不透你，你让我害怕。你害怕的还不够呢。之前我跟童玉婉出现了问题之后，为什么你出现的时间总是那么巧合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？是金夫人吗？还是李少峰？允堂，你不要侮辱我对你的爱情。爱情？你跟我之间，这不是爱情，你只是在演戏。走吧，
我之前买给你的所有珠宝，你都可以带走，越远越好。云堂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逼我，我求求你不要逼我离开你。如果你再逼我，我就自杀。自杀？你会自杀吗？任何人都会，只有你不会。因为在你的贪心还没有得到满足之前，你是绝对不会去死的。杜云堂，你想知道真相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背后的高人有更大更多的阴谋，你信不信？红与我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线索，你又信不信？留下我，你可以知己知彼，信不信？留下可以，但从现在起，这个屋再也不属于你了。云堂，云堂，云堂，只要你让我留下，哪怕是让我住浴室、住厨房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云堂。我要跟夫人做笔买卖，这件事能让杜家一败涂地。你说，这买卖要不要跟我做啊？有这等好事儿啊，那我倒要洗耳恭听了。哼，我真的找到了杜家的女儿，我要娶她做妾，让他们杜家把老脸都丢光。杜允堂让你栽了2个大跟头，你想利用这件事情把他搬回来，对不对？正是。到时候我再办个公开纳妾的记者招待会，让不可一世的杜家在上海滩丢丢丑。哼，你斗不过人家杜家父子，就拿人家的女儿来做文章啊？太欺软怕硬了吧？哼，彼此彼此。好吧，蔷薇，你把她带到我们的云长殿，用锦衣华服把那乡下姑娘轰趴下。是夫人。哇！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还不稀罕呢。我是杜家的女儿，只要我喜欢，我爸会给我买比这漂亮100倍的衣服。哼！蔷薇，人家杜小姐这种搭配用的是撞色，既活泼又大气。你说你给我当5年的女秘书，怎么一点灵气都没有呢？夫人，所谓龙生龙，凤生凤。我就算再做您5年女秘书，也赶不上杜小姐这天生的高贵品味呀。你是谁啊？其实你现在头上戴的这顶帽子，是名媛看赛马戴的。在屋子里面呢，还是戴这个比较合适。来，你戴上试试。
你们杜家的女人呐，个个啊都是非常时髦。你要是穿戴错了呀，会被他们笑话死的。你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我这儿啊，其实是灰姑娘学校，培养全上海最有前途的时髦女孩。那我能在这儿学2天吗？我看你啊，还是先回家。如果你父母兄嫂觉得你土气，嫌弃你的话，你再到我这儿来培训，怎么样？你瞎说，我父母才不会看不起我呢，我才不是什么乡下的灰姑娘。哼，其实啊，我还就喜欢你这性格，刚烈、执着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也是从乡下来的。当年啊，比谁都土气，可是现在呢，我穿什么戴什么，全上海的女人都抢着跟我学，生怕学慢了会被别人笑话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。你刚到上海，没有你父母的同意，我是不能把你留在我这儿的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你可以去当周老爷的秘书，然后让他给你做担保，怎么样？可是我不识字。你不识字啊？哟，那这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？什么是新闻发布会啊？就是让各种报纸来报道你，让上海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周老爷招了一个特别有培养前途的千金小姐做秘书。你父母要是知道了，也会觉得你特别能干的。各种报纸都报道啊。我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我还会写1、2、3、4。好吧，反正我们都是为了若欢好，对吧？对，我想到时候杜老爷也会感谢我们的。一定的，我爸妈看我上报纸不知道有多高兴呢，他们一定会重重的谢你们的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新闻发布会那天，不管金夫人和周老爷让你做什么，你都必须照办，可不能使性子哦。当然了，不懂的事情不许多问，照做就行了。否则，报纸上就要说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。我当然不会出自己的丑了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快，叫云姑来。云姑，将军，快！怎么样？谢谢你，云姑。这些年，多亏了你熬的养心汤了。这些都是雨兰夫人费尽心血找来的方子。当年她为了一个药引，把她母亲留给她唯一的一个玉镯子都卖了。这些往事，就像在眼前一样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打过多少仗，走过多少路，我都有些淡忘了。可是玉兰给我煲养心汤的情节，如在眼前。将军，您还记得？我们家几代男人，因为这个心衰病，都没有活过40岁。我能活到现在，全靠玉兰一片赤诚感动了上苍。她走了，她留下的养心汤，
一次次的救了我的命。这世间所有的女人，没有一个像雨兰那样值得我，值得您敬重、珍惜、信任。对不起，将军，我又多嘴了。云姑，你跟了我12年，可是这心直口快的老毛病改不掉，你怎么嫁人？我一生一世都会为雨兰夫人守住这个家，替她照顾你，保护你。我不嫁人。傻话。你还要照顾雪梅，毕竟她是我的夫人。是，将军没有事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好点了吗？你不要这么怕我，像个怕老师的女学生似的。过来。其实我已经不害怕了。我知道你是个外表严肃、内心很温柔的人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有的时候你不在家，我自己一个人打雷下雨的时候还是挺怕的。快给我生个儿子吧，否则将来万一我不在了，谁来照顾你这个小女学生呢？将军，云姑她……我待她如同雨兰的亲姐妹，怎么？你觉得她管你管得太多了？我觉得云姑好像对将军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云姑一生未嫁，脾气难免怪异，但她这个人极重义，境遇又可怜。云姑、方童还有廷琛是我最信任的3个人。虽然你是将军夫人，在他们3个人面前，也不能摆女主人的架子。我知道了。来，慢一点。哎呀，宝贝啊，哎，宝贝想不想妈妈呀？想，我想跟妈妈天天在一起。我也想跟我们小望之天天在一起的，可是妈妈最近特别忙，没有时间去看你。望之会不会生妈妈的气呀？真乖。哎，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椰蓉糕，就在茶几上放着呢，快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望之，宝贝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好。望之，心脏有病，莫非这孩子的父亲真是沈之培？你居然偷偷亲将军用过的碗，你根本就不是中仆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？一个只配给你们这些完全不懂将军、虚情假意、吃里扒外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收拾残局的可怜虫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说？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嫁给将军？又为了什么一次次的讨好将军、迷惑将军？难道不是为了你的娘家，为了你的情人李少峰？
你胡说！我现在告诉将军去。干什么？我不会让你生下将军的孩子，因为你不配。你敢？哼！夫人，你忘了吧？你给黎少峰买过一台德国相机，我也学你的样买了一台。你偷偷摸摸地约会黎少峰，几次三番被我跟踪发现，你们做的那些搂搂抱抱、伤风败俗的事，我全拍下来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，你误会了。你和黎少峰卿卿我我的场面，我想起来就想吐。黎少峰肯定不是你的亲生哥哥，如果真是，你们俩就是伤风败俗、破坏人伦的畜生。不，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好，你跟我去见将军，让他来判定你到底是一只纯情的小白鸽，还是一个荡妇。不，我求求你，将军会误会的。怕将军误会？好，吃下这颗避孕药，还有，把你的生辰八字写下来。你要我的生辰八字做什么？让你写你就写。把照片还我。把照片还我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守信用？我答应过你吗？像你这种小可怜虫，每天除了会在角落里面哭湿几条手绢以外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最好大声的哭，哭个痛快，让菩萨都来保佑你，让我发发善心，不把你跟黎少峰这对狗男女给供出去。这首曲子是你新做的吧？前些日子我做梦的时候，梦见了这首曲子，旋律非常优美，就把它记了下来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是很美，可是越美的东西就越让人感到忧伤。因为你没有欲望，欲望里面是最纠结的美，也有最悲凉的罪孽。怎么了，雪梅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哥哥。云姑她发现了我们，她把我们想象的特别肮脏、龌龊、下流。我说是因为她心里肮脏，所以看见我们才是那样的。哥，我突然觉得，我觉得我自己好邪恶，我好恨她，怎么办？
我好想报复他。没事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挟你做什么？他让我吃避孕药，他还要了我的生辰八字。生辰八字。古人说祸福相依，云姑这一闹，倒让我找到下好这盘棋最重要的棋子。有了它，对付金夫人和拿到京邦街码头开发权，都易如反掌。大少爷，好，你们会场布置怎么样？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多一套茶具啊？哦，是二少爷吩咐的，说今天二少奶奶要进董事会，让我们提前准备。笑话，谁说让童玉婉进董事会了？拿走，拿走。可是，二少爷说，现在是大少爷跟你说，拿走。是。大哥，脾气怎么那么大呀？玉婉来开个会还不行啊？云堂，我问你，你让玉婉进董事会，跟董事们商量了吗？啊？童玉婉跟你夫妻不和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如果今天她进了董事会，明天离婚了，那杜氏实业的商业机密不全都被她带走了吗？我作为杜家的长子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。谁跟你说我跟玉婉要离婚呢？我们很恩爱的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能否进董事会，还要看各位董事的意见呢。我听后裁决。你说呢？不好是啊。哎，咱们去坐吧。来。做戏。做戏也得有人看才行啊。对不起，你们让开！我要见允堂，让开！允堂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允堂，你看你，早上也没来得及吃早饭。你看看，我给你带的咸糯米粥、小笼包，还有你爱吃的糯米排骨，你快趁热吃吧。我不饿，拿走。哎呀，婆婆妈妈的都进了董事会，这还像什么样子呀？哎，允堂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先吃啊。开会吗？让董事们等等好了。不像话呀！放手！允堂，我知道，你为了让二少奶奶进董事会，你是故意冷落我的。你和我怄气没关系，但你也不能和自己的身体怄气啊，允堂。这成什么体统？啊，董事会这个地方，怎么叫家里的妻妾来闹笑话？太荒谬了，太荒谬了！董事会就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。更何况是快要离婚下堂的弃妇。我提议把童玉婉和红雨赶出去，还董事会一个清净。云薇说的对啊。坐下。你好好的坐着。你，给我出去！允堂，给我出去！今天商议的话题就是京邦街码头的开发权，没有人比童玉婉更有发言的权利。凭什么？就凭他的聪明才智，他赢得了皮埃尔先生的信任。现在皮埃尔先生愿意跟我们合作，就凭这一点，
他就应该拥有杜氏实业董事会的一席之地。还有，他创立了3家碗居，每家碗居都有可观的收入。作为杜氏实业的一份子，也是碗居的创办者，他就没有进入董事会的这个权利了吗？我提议增补童玉碗进入董事会，大家觉得呢？这没意见。等等，云堂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借的高利贷来填补童家那个无底洞的吧？哼，要不要我说一说，你是怎么借到高利贷的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是吧？会有这样的事？哎呀，允堂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太太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今天上午的会我看就这样吧，那下午我们再继续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弟妹，早点回家生孩子吧，免得孕妇身子沉，走不快。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我在董事会的去留。今天下午的裁决，我等杜瑞达董事长。其实这个杜会长，如果你还是关于京邦街码头改造的老生常谈，什么都知道了，请回吧。好的，那刚才于国于民的好处我都说了，就不再多言了。将军，还有这个，您看，我在北京和广州都有一些朋友，最近的南北战局，杜某也略有耳闻。如果您能成全杜氏，一旦开战，汉阳场的这些军械就是您的。我要这个量的10倍，华商会能满足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杜某献丑了。杜某告辞。将军，您真打算动用武力？那就要看政局的最后博弈了。如果江苏督军动了，我不动也得动。具体怎么动，给不给亲孙中山的派系放放水，才是决策的微妙之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都需要钱，需要军火。所以您将京邦街码头项目高高吊起，让想要争这块肥肉的人相互攀比，抢着给我们送钱送军械。今天说的这些都是绝密，不能让李少峰知道，也不能让和孙文有瓜葛的周廷琛知道。我这个人，不信报应，只信眼前，他们不会懂的。明白。伯父，您这边什么情况？沈志佩这老狐狸没有一句真话，不过他还是透露了他们需要10倍的军械。我想啊，上海打仗是无法避免了。如果沈志佩要参加军阀混战的话，这眼前繁华的十里洋场将变成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了。时局动荡啊，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先稳住自己，把那些我们要尽力做好的，快一点把它做好。对了，允堂他们怎么样？哦，听说允堂的提议很有鼓动性，可是关键时刻传出了他借高利贷的丑闻，董事们的反应特别大。不过幸好玉婉说身体不舒服，允堂就用了一个拖字诀，将砝码压在了下午您到场才决定。这高利贷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过还好，他们夫妇俩终于打了一场很好的配合。你回去
找允堂来见我。好。啊，您是童小姐吧？我是杜少奶奶。那位先生，等的就是您，请进。是你啊？你以为是谁啊？哎，玉婉，别这样。玉婉，先坐下。听说适量的红酒对孕妇有好处。我们不该见面的。祝贺你，终于得到了你想要的独立天宫。可是允堂，他借了高利贷，这是企业经营的大忌。我担心公司的董事会不信任我。拿出你的自信和勇气，玉婉，你要微笑，你的笑容可以感染所有人。谢谢你，廷琛。你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安慰我，鼓励我，给我温暖，给我力量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童玉婉。我用翡翠屏风为你装鞋。今生今世，再也不要和周廷琛有任何瓜葛，不要让额娘的鲜血白流。为什么要在这样美好的时刻拿出翡翠屏风呢？刚才我真的觉得仿佛回到了从前，那么轻松，那么自信，那么快乐，那么无忧无虑。可我一看到翡翠屏风，我就知道发生的一切是不能忘记、无法弥补的。是你父亲用翡翠屏风逼死了我额娘，而我接受不了这一切。我一定会查出幕后的黑手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但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从伤心的往事里面走出来。走出来，走出来又能怎样？有些人，你不去招惹他，他都会主动找你纠缠。
真不知道这样的争斗，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？杜允堂现在的态度怎么样？他现在倒是改变很多，全力支持我。人不能在同样的地方跌2次跟头。如果他再次背叛你，不要无休止的去包容他，别像我娘，毁了自己一生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如果他再对不起你一次，我会把你从他身边带走，哪怕我之间有再多的仇恨，我也会把你带走。就算你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廷琛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赶回去参加董事会。吃了东西再走吧。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红土，它只属于你和我。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，无论是街边小摊，还是豪华餐厅，都是1个碗，2个勺，还有你和我。尝尝。我还有责任，还有对公公的承诺。我一定会记得这个浪漫的豪华餐厅，记住这碗1个碗2个勺的馄饨。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希望你能记住我的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想让杜允堂再次误会你，所以劳驾这位张灵君小姐送你回董事会。难道他还没有重获自由吗？是，他还在被软禁。他为了要见你，已经绝食3天了。为什么？他可以让你把翡翠屏风拿给我呀？因为他无法释怀，他
才无法原谅自己把翡翠屏风交给了别人，才会让你这么的伤心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么深的内疚和悔恨，他绝对会把你从杜允堂身边抢回来。廷琛，他要为他爹赎罪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心里少些自责。这件事我已经放下了，可没想到他还在背负着愧疚和自责。我们走吧，杜二少奶奶。你们从来都说允堂又聪明又有能力，我看也不尽然。我就是再荒唐，我也不可能去借高利贷呀。弟妹，俗话说妻贤夫祸少。允堂借高利贷，不会是你教唆的吧？我想问，以我个人的资产做抵押，去借的那些高利贷，跟杜氏实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，你好大喜功，这样会把杜氏实业卷入不良的债务之中，我们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呀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走。关于这个高利贷的事情，允堂中午已经向我汇报过了。现在我想知道的是，玉婉，你的看法？如果我事先知晓，一定不会让允堂这么做。理由呢？因为我们童家刚刚经历过一场由高利贷引发的债务风波，让我得到了终身的教训。一旦走上借贷做项目的道路，那些高利贷的借据很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卡住我们脖子的催命锁。父亲，我有个疑问，就是允堂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？不就是因为童家破产了，需要救济吗？试问一个娘家债台高筑的女人，她凭什么进入我们杜氏实业的董事会呢？我再重申一遍，借高利贷是我个人的行为。对，我这个做法的确是有点激进，但是我敢保证，童家所有的债务都已经还清了。但是你的债务还没有还清，你们夫妻是一体的，你的债务就是童玉婉不能进入我们杜氏董事会的障碍。等一下。这肯定价值好东西呀！这是我童家的镇宅之宝翡翠屏风，我会把它交给允堂，偿还我们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翡翠屏风你好像送给过别的男人，你现在把它拿出来，让我怀疑你对我们杜家的忠诚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借贷不是实质问题，我关心的是你的忠诚度。关于忠诚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我所理解的忠诚，是担负责任、信守承诺，和我的家庭和杜氏企业荣辱与共，风雨同舟。我相信玉婉，从我认识她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
好，既然他们夫妻俩都相互信任，而且高利贷的债务，他们也有能力还清，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董事，你们对童玉婉进入我们董事会的事，还有异议吗？没有意见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现在开始投票，同意的请举手。好。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玉婉，您请问。你对拿下金邦街码头的开发权有信心吗？志在必得。好，那我就正式宣布，童玉婉成为我们杜氏实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董事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大哥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领名，因为童董事现在怀有身孕，请自重。好，我祝你们这对事业上的好拍档，生活中的好夫妻，回到家不要因为什么屏风啊、红雨啊闹成一锅粥。我敢保证，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发生。坐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允堂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恭喜你。才叫痛快。杜允堂，童玉婉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只有我，红雨，才是真正的尤物啊！是男人，都一定会为我疯狂。你这么坏，杜允堂会不喜欢你的。他已经讨厌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童玉婉，她可厉害了，人家当了女董事。杜允堂为了这件事情亲自买蛋糕庆祝。我跟他说，黎少峰追求我，他说红雨你去啊，你去啊。他都不嫉妒你了，真的完蛋了。黎少峰，你教的招数根本就不管用嘛，他一点点都不爱我。你们别逼我，等我搞到童玉婉的生辰八字，我要这个女人马上去死。你要怎么做？拿这种神神鬼鬼下三滥的手段？我很好奇，你到底要怎么对付童玉婉？如果搞到了她的生辰八字，我嘛，当然会去空文寺。让黑木大师破了他的命格，让他一路失宠，痛苦而死。原来云姑也用这种手段，我要让他彻底失败。什么？多亏你的无知和迷信，让我找到了对付一个人的绝招。我要踏上我的成功之路了，你好自为之。李少峰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！
你抓着我干嘛？抓杜允堂去！你只要怀上他的孩子，杜允堂和童玉婉就万劫不复。你做不到吗？做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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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金牌小白鸽吗？真美啊！大自然的美，才是纯净无瑕的艺术。大自然美丽的表象下，是弱肉强食，有很多藏污纳垢的东西你看不到。云姑，你很熟悉这里吗？看来这里是你的老巢吧？东西还我！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民国，有手枪，有大炮，还有科学。你这种老掉牙的江湖把戏，什么巫术，已经没有用了。这个就是你让黑木大师做的合欢符吧？哼，什么黑木大师，什么合欢符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个是你和沈之沛两个人的生辰八字吧？这是沈之沛的指甲。胡说！这张春宫男女图是你和沈之沛吧？我没有。你想和他上床，风流快活？没有，那不是将军的指甲。那上面的两个人，不是我跟他，不是。当然不是你，只是你那些肮脏下流的愿望而已。这个是什么？是雪梅的生辰八字，还有她的头发。你想诅咒她死，是不是？诅咒根本就不犯法。现在是民国，诅咒根本判不了我死罪。是。那这个呢？颜色已经发黄，年代是大清宣统年。你诅咒的是谢雨兰。不，我没有，我是雨兰夫人的忠仆，我怎么可能害她呢？没有。我没有害他，我没有。就因为沈之沛体谅你对雨兰夫人的忠心，所以他可怜你，信任你。没想到这张符咒真的显灵了，谢雨兰真的死无全尸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沈将军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当我的狗，替我做事。你想让我害将军？你杀了我吧！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对不对？
但如果让沈之佩知道这些东西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就算你死了，他一样会恨你。他每次想到你就会咬牙切齿，觉得恶心。你究竟想让我干什么呀？你究竟想让我干什么呀？做我的狗，第一件事，替我除了你的情敌金夫人。只是这样吗？当然。那个贱女人和她那个孽种儿子，我早就想除掉他们了。大哥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不想见他吗？夫人，夫人，我错了，夫人，求您原谅我，夫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夫人，夫人，求您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教会了他一点科学的道理和做人的本分。学妹，以后你就安心接受他服侍吧，是他欠你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夫人。以后在沈之佩面前要和以前一样，继续监视学妹。但你心里要明白，谁才是你真正的主人。是。大哥，放心，大哥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办到。少爷，我们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，该回去了，不然夫人该骂人了。风筝，哎，少爷，风筝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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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啊！这个畜生，怎么会绑架一个有病的可怜孩子？知道是你，你说，你把王之藏哪儿去了？你说，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你快说呀！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你这个畜生，没良心的恶魔！我以为你会找你那些外国朋友帮忙，这不像你的作风。别给我装蒜！好，我答应你。给你换最好的鸦片，你把王之给我还回来。这些还远远不够，帮我搞定皮埃尔，我要他手中的京邦街开发设计图。你明明知道他们日本人对码头是不肯放手的，他们势力那么强，我根本无法抗衡，我办不到。为了望之，我相信你能办到。那个混蛋的法国人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。你是知道的，当一个男人失去了对女人的迷恋，女人就失去了掌控他的能力。我记得在这个屋子里，你曾经像猫抓耗子一样戏弄我。我以为你在情场上永远不会失手，没想到你魅力这么快就消失了。你这么不择手段的来逼迫一个女人，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。那望之的父亲呢？不管你怎么哀求他，他都不肯认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沈之佩算男人吗？
你是怎么知道沈志佩是望之的父亲的？沈志佩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个是你怀孕时写给沈志佩的信，这是你生望之时写给沈志佩的信，这些是沈志佩和望之的照片。其实他们两个长得真的挺像的，望之也有心衰病，是沈家男丁的遗传病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跟沈志佩说什么，他都不相信我。沈家的男人基本上都活不过40岁，但除了沈志佩，沈志佩之所以能活过40岁，是因为当年谢雨兰给了他一份叫养心汤的秘方。是不是雪梅得到了养心汤的秘方？求你了，给望之服用这种养心汤吧。我不仅可以治望之的心衰病，我还能帮这个可怜的孩子认祖归宗。如果你做不到呢？如果我做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到。好吧，只要你能治好望之，我不惜一切代价搞定皮埃尔。说起来，我还真佩服你，居然能想到指使你爹的另有其人。我爹他抽鸦片倒是在行，绝不会突然想到用屏风去逼童家还钱，除非有人利用周老爷借他的手来搞垮童家，再让玉婉恨死不肯帮忙的杜家。这一箭双雕的计策真是够狠。所以我想知道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如此了解我爹，能利用他的贪心，做成这么大的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布下渔网，来个瓮中捉鳖，略施小计逼他现出原形。只有抓住他，才能。擒贼擒王，一招定胜负。哎呦，我脚疼，我不想穿这种怪鞋子。不穿高跟鞋怎么参加新闻发布会呀？到时候人家都笑话你是个乡下的土妞。哎，你说这鞋子它哪儿好看啊？啊，它什么啊？它就是上刑，这是折磨人用的。没事吧？我在巷口见过你。这个姑娘说的没错，这确实是酷刑。答应我，告诉金夫人别再折磨她了，做好答应我的事。知道了，李少爷。哎，我叫杜若花，我是杜瑞达的女儿，我爸爸会报答你的。夫人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一声吧。请。我跟你说呀，挖个坑，让那个法国人皮埃尔跳下去。皮埃尔先生，你竟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！她是我的侄女，才16岁，她第一次在我这儿登台献艺，你就把她给强奸了。我没有，我喝了一杯酒，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少说废话！我这里这么多的人证，你身上长什么东西，
我侄女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是法国人，我有外交豁免权。我要给我们法国领事馆打电话。豁免权？你们外国人有豁免权？我们中国人有面子。我要保护我侄女儿的面子，我先把你扔进黄浦江喂鱼，然后再把你的下流照片寄给你的法国老婆。给我打！不要！不要！你要多少钱？皮埃尔，你好吗？我希望你把杜家的合同毁了，去帮助他的对手黎少峰。当然，我们会付给你3倍的违约金。你是导演？除了我，还有谁能了解你这点儿东方小情节呢？姜维，快签！请了。谢谢。皮埃尔，你不要记恨我，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我曾经疯狂地爱过你，可是你用最肮脏的手段毁了我们之间的一切。你这个贱人！秦曼用，你搞什么名堂？这不是普通的南瓜。哇，这个南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有宝贝啊，挖出来看看。杜允堂，你讽刺我，现在胖得像南瓜，对不对？就算把你的名字刻在金邦街码头的基石上流芳百世，也改变不了你恶魔的本质。你再挖一下吧，保证你会看到惊喜。多挖一下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冰激凌。今天我们是在等皮埃尔先生给我们最后的设计定稿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请你吃全上海最迷你的冰激凌做庆祝。哎，干嘛？别冻着肚子里的孩子啊！我答应你，明年我请你吃全上海最大的冰激凌。还有啊，等一下嘛，我还要刻下我们孩子的小脚丫，印在金邦街码头的那块奠基石上，好不好？先生，您的玫瑰花。我什么时候交的？是皮埃尔先生让我转交给您的。黄玫瑰。黄玫瑰是表达歉意的意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要违约，这是给我们3倍的违约金。
该死的法国人，背信弃义。哎，允堂，允堂，既然他都不肯见你，就说明没有交涉余地。既然都没有交涉的余地，你去见他还有什么用啊？可是上一秒钟我还是稳操胜券的，我不能被他耍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允堂，你冷静一点，在生意方面，你一向都很理智的。这不是生意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信誉，是我和你重新开始的一份信誉。别着急，我相信一定会有转机的。咱们先回家吧。小姐，休息一下再看吧。你现在可是有身孕的人了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把 U 型港池的难题弄清楚。苏西啊，给我一把计算尺。要，计算尺被姑爷要过去了，我给你要回来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不用。我也想去看看，这些天他在花房都忙些什么。该死的 U 型港池，非逼得我头悬梁锥刺股不可吗？原来你不是天才啊，杜允堂。你来偷窥我的香龟？你想干嘛？有美人在堂，的确是香龟啊。我终于闻到一股一直都很想闻到的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酸味儿。你放心，红雨之前是来过，可是我把他给赶走了。赶不赶走他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，不用让我知道。可是我就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不想让你再误会我了，玉婉。允堂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不误会你呢？如果公公婆婆看到你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他们该多高兴啊！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误会你玩世不恭，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呢？
我从来就不想当一个好儿子，而且我也不希望他们一直为我骄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应该是4岁的时候开始。我记得那天，我妈要我临摹颜体书法。那后来呢，我很快就把一张很大很大的宣纸都写满了。结果他们当然开心了，而且我爸也很开心，他直接把我抱起来了，举得高高的。我乐得哈哈大笑。可是后来我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我妈拿我的成绩去嘲笑云薇，结果当时我二娘抱着云薇哭得很厉害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云薇她拿了一碗很烫的汤洒在我的脖子上，把我给烫伤了。当时是不是很疼啊？当然疼了。这一次轮到我妈抱着我哭了大半夜。当天快亮的时候，她就逼着二娘和允薇他们俩去跪玻璃碴子。结果当时满地鲜血，看得我直害怕。我记得当时我爸特别生气，差点要休了我妈。结果到最后他们俩还是没完没了的斗来斗去。云堂，你的童年实在是太阴暗了。我总是觉得我表现越好，他们就斗得越欢。而且在这个家里，好像只要谁说了一句真话，就会被无情的伤害。所以你才会变得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，都不上心。是啊，我越想做的事情，我就越不在乎；越想爱的人，就越不关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装装而已，没想到后来，真的失去了关心人的能力。云堂，我听说，什么时候学习都不算晚的。玉婉，那你教我怎么去在乎你，好不好？可我连自己都看不清楚，怎么能教会你在乎我呢？那这样吧，我帮你看清你，你教我怎么去在乎你。大哥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只想问你一件事：谁策划了皮埃尔的背信弃义？是你，还是金夫人后面的日本人？是日本人。真的是日本人吗？